发财树开花甚至结果了，那可不得了了，真的预示着家里要发大财迎富贵了。据一些风水的老师说，一般养发财树并不能带来财运，只是一个噱头，只有发财树开花了，才预示着财运大门即将打开。大家好，我是花花，今天我们来详细聊一聊发财树的开花结果、正常养护以及风水作用。开花结果，发财树一般在夏天开花，初期的花瓣像一个小喇叭一样，经过一段时间的生长，花瓣会炸开，花心是类似头发丝一样的花蕊，比较仙气，还有淡淡幽香。发财树开花后，可以再给它补充些氮磷钾元素齐全的肥料，让它补充开花消耗的养分，这样就有可能会结出果子来。发财树的果子像柠檬，绿色的外皮里面包裹着很多种子，而且结果之后，它的果实未成熟的时候还可以用来吃。等果子到了秋天，由绿色变成灰褐色，外表皮也会变得十分坚硬，会因为自然成熟掉到地上。硕大的果子有很多像榛子一样的种子，把发财树的种子掰开，里面的种子取出来，晾干后可以繁殖出发财树的幼苗。幼苗养护的好，可以养成发财树小盆栽，一下就能繁殖几十盆。将发财树的种子晾干，放在湿抹布中包裹起来，放在阳台上，准备一个花盆，一点花土，等到发财树种子发芽了，就可以上盆培育栽种。把发财树的种子均匀地放在花土的表面，间隔1天的时间，用喷壶加以遍湿，放在有光照的地方，温度最好能控制在22摄氏度以上，温度高，发财树种子生长快，萌芽率高。等上2个月的时间，发财树种子长到10公分以上的高度，把幼苗挖出来，分盆种植，培育的发财树幼苗就算是成功了。很多朋友都说给发财树加足了养分，谁也没有少浇，结果发财树没有一点开花的迹象，这可让人太伤心了。那么究竟让发财树成功开出花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其实要是仅仅在水分养分方面下了功夫，发财树一般不会开花。想让它开花，最重要的还是要给它制造一个生长适宜的温度。我们平时常常在南方看见有开花结果的发财树，就是因为发财树不适宜温度太低的地区，而南方相对来说温度比较高，温差相应较小，这样的环境就比较适合发财树的生长。那么下面我们就来详细说说养护发财树的土壤、水分和光照。土壤首先要疏松，也就是有关透气性。如果不疏松，植株的根部呼吸会受到阻碍，进而水分和养分的运输都会出问题，长势就会变弱。其次要肥沃，营养供应充足，才能保证植株旺盛成长，而且也会减少我们施肥的麻烦。另外还要透水性好，这样每次浇过水之后，水分才能更充分地渗透到土壤下部，既可以使植株充足吸收水，又不容易使根部烂掉。再者，发财树需要酸性的土壤，这是植株的特性决定的。在碱性的土壤中，植株的长势不好。知道了对土壤的要求后，我们来说说土壤配比。发财树的土壤，如果自己不想调配，那么可以直接购买营养土，但是想要自己配土的人，方法也简单，可将原土、腐叶土、粗沙均匀混合，各占1/3，或者用原土6份，旧肥2份作为基肥，粗沙2份，花生饼1份配置。但无论哪种土，都建议消毒之后使用。配土时建议放一些多菌灵等杀菌类的颗粒或者杀虫剂颗粒。关于花盆，可使用泥质花盆、塑料盆、瓷盆、陶盆栽培。发财树幼株一般选用16至24厘米盆径的盆，成型株一般选用24至34厘米盆径的盆栽种。水分，给发财树浇水可以保命，也可以致命。浇水首先要以干净的水为宜，切忌使用一些没有经过处理的自来水和淘米水，尤其是淘米水，如果使用不当会一朝致命，没有挽回的余地。现在很多的家庭，尤其是生活在城市的家庭，基本都是使用自来水厂的水来浇花。那么浇灌发财树的自来水应该怎么处理，才可以让发财树长得更好呢？首先，我们需要将从水龙头接到的水放到阳光底下暴晒1天以上才可以使用。
自来水一般都经过消毒和漂白沉淀处理，其中含有氯气、漂白剂等物质。经过阳光暴晒或者放在户外静置72小时以上的自来水，会在氯气含量等有害气体含量方面大大的减少。经过暴晒的自来水拿来浇灌发财树，就可以尽量避免了受到氯气等气体的伤害。这是水质的处理对于发财树养殖的重要一步。其次，发财树是一种耐旱不耐涝的植物，宁愿让其处于干旱的环境中，也不能让其发生一点积涝的问题，否则发财树柔弱的根须就会发生黑腐，而引起植株整体的死亡。换句话说，我们平时交换的见干见湿的原则，对于发财树的养殖是不合适的。见干见湿一般是观察到花盆泥土的表层干透即可浇透水，对于发财树这样的浇水技巧显然容易导致泥土过于潮湿而引起烂根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在见干见湿的原则之上，稍微延后1个星期左右浇水才比较合适。也就是说，如果夏天我们的其他花卉一般5至7天浇水一次，发财树至少要半个月才可以浇水一次。室内阴凉处养殖的发财树，甚至1个月浇水一次也是不足为奇的。当然，更直观的方法，我们也可以通过盆土插筷子观察的方法，将筷子插入发财树的盆土当中5厘米左右，大概半个小时左右，拔出来观察。如果有非常明显的水印，此时切勿浇水；反之无明显的水印，即需要浇水。采用泥土插筷子的方法，一般需要远离发财树的茎干，尽量减少伤害到发财树的根须，一般在花盆的盘边插入即可观察。如果你不慎伤害到其根须，我们可以观察到筷子的某一侧有特别明显的水印，此时就算要浇水了，我们也要缓一缓，等上24小时后再浇水，让其伤口愈合，防止浇水导致受伤的根须感染。发财树栽种的时候，一定在底部垫一层陶粒或者煤渣，这样多余的水分能够让陶粒和煤渣吸收，不至于泡坏根系。光照，发财树属于中日照植物。什么是中日照植物？简单来说，就是不能光照过强、过长，但也不能没有光照。光照过弱、过短时，发财树不容易发新芽，叶色浓绿，生长缓慢。光照过强、过长时，发财树叶色偏黄，或者叶子上长斑，粗糙无光泽，观赏性不佳。介于发财树的这一特性，在不同的季节，养护发财树的光照要求也就不一样。冬天光照比较弱，想让发财树长得好，叶子油亮翠绿，可以将其摆放在光照充足的环境中养护，无需遮光，有助于光合作用充分进行，保持叶子健康成长，避免叶子发黄或者掉叶子的情况发生。另外，冬天充足的光照还能增强发财树的抵抗力，避免温度变化过大或者温度过低时产生冻伤。春秋2季是发财树的生长旺季，尤其春天会萌发比较多的新芽新叶，需要适当的光照促进生长。但春秋季节光照偏强，光照时间过长或者正午直晒，都可能导致发财树叶色发黄，叶子变得粗糙，新叶生长缓慢等，所以可以遮光 30% 至 50%。当早春时节发财树新芽没有萌发前，遮光 30% 即可，新芽萌发后，遮光 50%，对新芽生长和叶色浓绿都有帮助。夏天气温高，光照强，发财树最好不要直接在阳光下晒，可以摆放在光线明亮的阴凉处养护，助其度过高温天气。有条件用遮阳网遮光 75% 以上，长势会更好。有些花友夏天将发财树摆放在东窗或者东阳台，能晒到上午的阳光，一样要考虑光照过强的问题。上午9点前晒没事，9点以后就可能会晒上叶面，或者使叶色不浓绿、发黄等。也可以不管是上午还是下午，都摆放在离窗近一点又晒不到的地方养护，这样叶色不会发生什么变化，和春天、冬天一样好看。也许有花友说，4个季节3种晒太阳的方式，这也太麻烦了吧？想把发财树养好，就需要这么麻烦，否则总是养不出来想要的状态。
其实真正操作起来，一年四季改变发财树的光照并不难，一个季节只需要挪动一次即可，又不是天天搬来搬去。题外话，发财树的招财方位，房屋坐北向南坎宅，财位在西南方与正北方，发财树摆放在西南方、正北方再恰当不过。房屋坐南向北离宅，财位在东北方与正南方，发财树可摆放在东北方与正南方，将财源滚滚。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你喜欢花花的内容，请点赞、转发、关注。如果有任何养护问题，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只要花花看到，肯定会回复的。最后，感谢你观看本期视频，祝福你财源滚滚发大财。我们下期再见。